公司突然要裁我，还想零成本让我走人。总监假惺惺的画饼，说只要我主动离职，就保留以后回来的机会。殊不知，我早就录下了他们的违规操作。这场职场博弈里，我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不过事情的发展远比我预想的要精彩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公司最近要进行结构性优化调整，你是否有意愿主动提出离职？人事小妹那副公式化的笑容让我胃里一阵翻涌。她手里拿着一份所谓的自愿离职申请，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。我叫林小美，在晨光科技工作了5年，是市场部的主管。说来讽刺，就在上周，我还因为完成业绩获得了表彰，如今却坐在这间小小的会议室里，听着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辞。如果我选择不签这份自愿离职申请呢？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人事小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。公司希望能和员工友好协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不自愿离职，公司就要开始强制裁员了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这个具体情况还要跟您的直属领导沟通。他显得有些慌乱，低头翻看文件，掩饰尴尬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典型的先礼后兵。要是我不识相，接下来肯定会有一系列的针对等着我。正思考间，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，市场总监杨雪梅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，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。小美呀，听说你对公司的优化方案有异议。看到她我就觉得反胃。3个月前刚空降来的这位总监，对外一副温柔贤淑的样子，实则心机深沉。这次裁员名单十有八九是他授意的。没有异议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公司裁员的标准和补偿方案。我不动声色地说。哎呀，什么裁员不裁员的，这么难听？杨雪梅皱了皱眉。公司只是想给年轻人更多机会，你也到了该追求人生新方向的时候了，不是吗？我心里冷笑，35岁的我在他眼里居然就该追求新方向了。杨总说得对，我确实该好好考虑未来的发展了。我站起身，拿起桌上的文件。不过这么重要的决定，让我再想想吧，别考虑太久哦。杨雪梅依然保持着微笑。公司的优化计划可是有时间限制的，言外之意就是再不签字就要硬来了。走出会议室，我的手还在微微发抖。5年的付出就这样被轻飘飘地否定了。同事们纷纷低头，假装在忙，没人敢看我。人心就是这么凉的。我回到座位，打开电脑，看到工作群里一片其乐融融，杨雪梅正在宣布招新的事情。我这个位置的墨迹都还没干，就要换人了。点开手机录音，刚才的谈话我都录下来了。既然你们要玩，那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我打开抽屉，看着里面这几年积攒的材料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杨雪梅，你不会以为我这5年是白混的吧？下班时分，我收到了闺蜜小雨的微信，听说你们公司开始裁员了，没事吧？我回复，没事，这不是刚开始呢吗？不过，我停顿了一下，继续打字，可能要请你帮个忙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开始整理材料。作为市场部主管，我手里握着不少关于杨雪梅上任以来一些可疑操作的证据。你看这些够用吗？我把 U 盘递给小雨。小雨是一名职业律师，他是这场战役中最重要的盟友。小雨仔细翻看着文件，眉头越皱越紧。数据确实有问题，但还不够致命。你要是想拿到令人满意的赔偿，
得找到更有力的证据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打算继续配合公司一段时间。你是说？小雨露出一丝担忧。没错，我要先装作被打压得快崩溃的样子，让他们放松警惕。我喝了口咖啡，我观察过了，杨雪梅这种人最喜欢看别人求饶的样子，但你得注意安全。小雨正色道：我听说你们公司以前也有人想硬刚，结果不仅1分钱没拿到，还被搞得在业内都找不到工作，所以这次要智取。我打开手机备忘录，我已经想好了几个计划。第2天，我特意打扮得有些憔悴，走进公司时还故意被前台看到眼眶发红。果不其然，不到1个小时，杨雪梅就把我叫去了办公室。小美呀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她端着咖啡，一副关心的样子。杨总，我咬着嘴唇，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？毕竟我还有房贷要还。理解理解。杨雪梅点点头。不过你也知道，公司现在在转型，很多岗位都要优化。像你这样的老员工，工资太高，性价比确实。他话没说完，但意思很明显了。那如果我接受降薪呢？我低着头，声音带着哭腔。这个嘛，杨雪梅露出一丝得意。你愿意配合公司，当然最好。这样，你先签个自愿离职，然后我们给你开个新合同，工资调整到1-2万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偷偷按下了手机录音键。那之前说好的项目提成，哎呀，都自愿离职了，那些就不要再提了吧。他不耐烦地摆摆手。我假装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怯生生地说：能让我再想想吗？我得算算账，行吧？不过别拖太久。杨雪梅站起身，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出门后，我立刻把录音发给了小雨。几秒钟后，他的信息就来了。太棒了，这算是变相承认了逼迫员工自愿离职。继续收集，等攒够了证据就可以出手了。我嘴角微微上扬。杨雪梅，你以为我是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，却不知道我也在下一盘大棋。回到座位，我发现邮箱里多了一堆杨雪梅转发的急件，全都要求今天下班前完成。这是开始了明摆着的针对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正合我意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是怎么对待一个尽职尽责的老员工的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。听说你也在被针对，我是财务部的小王，想和你聊聊。我眯起眼睛，又一个突破口来了。财务小王的短信让我意外，却又在情理之中。像这种大规模裁员，财务部门必然知道内情。我们约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。小王看起来很紧张，不停搅动着面前的咖啡。其实我是想提醒你，他压低声音，最近发现一些异常的账目往来。什么意思？杨总上任后，有几笔大额的市场推广费用，走向很可疑。小王掏出一张纸条推给我，这些供应商查不到任何背景资料。我扫了一眼纸条，瞬间就明白了，这是典型的虚开发票、中饱私囊的手法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这些账目都是以你的名义报销的。小王苦笑，如果出了问题，你是第一个被推出来背锅的。我心里一惊，怪不得杨雪梅这么急着想让我走，原来在这里等着我。你有证据吗？小王摇摇头，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录，他们做得很隐蔽。那你怎么发现的？因为小王犹豫了一下，我也在被裁的名单上。回到公司，我立刻给小雨打了电话，把情况告诉他。这下证据更充分了。小雨说，他们这是想用违规账目要挟你，逼你主动离职。但是现在证据都在他们手里，未必。
小雨沉思片刻，你不是说那些供应商都查不到背景吗？这就是突破口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要打倒对手，有时候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第二天，我特意在茶水间不小心被杨雪梅听到在打电话。对不起，我可能要跟你们解约了。不是我不想做，是公司要裁我，那些合同和发票的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放心。果然，不到半小时，杨雪梅就把我叫去了办公室。小美呀，关于你的去留问题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商量商量。她语气明显软化了许多。真的吗？我故作惊喜。那之前说的降薪，这样吧，你继续原岗位原薪资，我们就当之前的谈话没发生过，怎么样？我装作感激涕零，谢谢杨总体谅。看着杨雪梅得意的表情，我在心里冷笑。你以为抓住了我的把柄，却不知道已经步入我的圈套。走出办公室，我给小雨发了个信息，鱼儿上钩了。几分钟后，一个快递员出现在公司前台，请问林小美在吗？有您的快件。我走过去接过包裹，里面是一摞文件，表面看是一些普通的市场推广合同，但夹层里藏着的却是那些幽灵公司的真实资料。这是我通过以前的人脉找到的重要证据，有了这些，就能证明那些违规账目根本不是我经手的。现在我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，就像钓鱼，该收线的时候一定要一击必中，时机很快就来了。杨雪梅最近心情不错，因为她以为已经拿捏住了我，她甚至在部门会议上当众表扬我。看看小美，这才是敬业的好员工，明明身体不舒服，也坚持完成工作。我微笑着说了声谢谢，心里却在盘算着时间。会议结束后，杨雪梅叫住了我，小美，下周的品牌发布会你来主导吧。我心里一紧，这个发布会投资巨大，是公司今年最重要的项目，按理说应该是总监亲自负责，怎么会交给一个将被裁员的人？杨总确定要让我？怎么没信心？他扬起眉毛，还是说你有别的打算？我明白了，这是个测试，如果我拒绝，就坐实了不够忠诚的罪名；如果接受，一旦出了问题，就是完美的替罪羊。我很感谢杨总的信任，我低声说，不过项目这么重要，我建议还是按照流程走吧。你是在叫我做事？他脸色一沉，不敢。我赶紧解释，我的意思是，这种级别的项目需要总监亲自把关，而且我压低声音，财务那边最近对大项目的预算都卡得很严。果然，杨雪梅的表情变了，她盯着我看了几秒。行，你说的有道理，这样你做执行，我来统筹。走出办公室，我松了口气，同时给小雨发了条信息。她开始急了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小雨很快回复，因为发布会的预算有猫腻。我简单说明了情况，我估计他是想在我身上做文章，小心点，这种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知道，不过他越是这样，咱们的证据链就越完整。正说着，一条内部邮件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是关于发布会供应商的确认函，抄送了所有相关部门。但奇怪的是，中标的居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，报价却比其他投标方高出30%以上。我点开这家公司的资料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注册时间很短，没有相关行业经验，股东信息也十分模糊。打开之前小王给我的资料一对比，地址模式赫然相同。看来杨雪梅是打算故技重施，利用发布会再捞一笔。我马上联系了小王，让他帮忙查这家公司的账户流向，同时给几个老供应商打电话，
了解他们的投标价。很快，更大的秘密浮出水面，原来几个正规供应商的标书根本就没有提交到评审组，他们收到的拒标通知也是以材料不全为由。而那家中标的皮包公司不仅在前期支付了顾问费，还承诺会从项目款中抽成50%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招标。我立刻把这些线索整理成文档，加密后发给了小雨，然后特意在茶水间制造机会，让杨雪梅的心腹偷听到我和供应商的对话。合同我已经看过了，对，所有细节都清楚，请放心，一切按规矩来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杨雪梅就把我叫去谈话，这次她带着讨好的笑容：“小美呀，看你最近工作很积极，公司准备给你调薪。”“真的？那太感谢了。”我装作惊喜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想请你担任发布会的全权负责人。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包括供应商对接这块。我在心里冷笑，这是想让我直接参与造假，成为共犯。我很感谢杨总的信任。我故作犹豫，不过这么大的项目，我怕。没什么好怕的，他打断我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保证你能拿到一笔不错的奖金。我低头思考了一会儿，然后郑重点头：“好，我听杨总的。”看着他满意的表情，我知道他已经完全掉进了我的陷阱。事情的发展比我预料的还要顺利。杨雪梅似乎真的以为拉我入伙就能封住我的口，她开始频频约我吃饭，一副提携后进的姿态。“小美呀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中你吗？”一家高档餐厅里，她优雅地切着牛排。我放下酒杯，请杨总指教。你在公司待了这么久，人脉资源都很熟。他笑着说，而且你够聪明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言下之意就是你识相，所以可以分一杯羹。我故作感动，杨总提携，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。那就好。他满意的点头。这次发布会后会有更多项目，到时候咱们好好配合。从餐厅出来，我立刻把录音发给了小雨。这段对话完美印证了他拉拢下属参与造假的意图，证据差不多够了。小雨在电话里说，但要想一举把他拿下，还缺最关键的一环。我知道，我轻声说，得让他自己暴露资金往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出现在公司楼下，远远的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，是那个中标公司的老板。我躲在柱子后面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发给小王，查查这个人今天的行程。半小时后，小王回复，他去了财务部，待了15分钟，然后去了杨雪梅办公室，现在还在里面。完美，时机已经成熟。我打开电脑，编辑了一封邮件，收件人是公司所有高层和相关部门负责人。关于发布会项目招标存在的重大问题和风险预警，手指在发送键上方停顿了1秒，按下去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叮的一声，邮件发出，不到3分钟，杨雪梅办公室的门就被猛地推开。她快步走到我面前，脸色铁青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办公室里，她连伪装的笑容都懒得摆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。我平静地说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她拍着桌子，以为掌握了什么证据就可以威胁我。告诉你，我能把你弄进来，就能把你弄出去，是吗？我慢慢站起来，打开手机录音，点击播放。会议室里响起他之前的声音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保证你能拿到一笔不错的奖金。杨雪梅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还有这些，我把一沓资料放在桌上，供应商的真实背景、
资金的去向，还有今天早上那位老板的行踪。他颤抖着手拿起资料。你想怎样？很简单。第一，我要3倍于正常标准的赔偿金。第二，我要一封正式的推荐信。第三，我顿了顿，收回针对小王的裁员决定。你在威胁我？不，我微笑。我只是在跟你做一笔交易，这些东西我都有备份。如果你觉得不值这个价，我也可以直接去找董事长。办公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正当我以为胜券在握时，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。第二天一早，公司召开了紧急高层会议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会议的主题不是发布会的问题，而是一则重磅消息：公司要被收购了。什么？确定消息吗？我赶紧给小王打电话。千真万确。小王压低声音，而且收购方是业内巨头远景集团。我愣住了。远景集团是行业龙头，市值超过200亿。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感兴趣？最有意思的是，小王停顿了一下，杨雪梅好像吓坏了，一早就把那个供应商叫来狂撕合同。我若有所思，看来杨雪梅也知道，一旦被收购，新公司肯定会对前期所有项目进行审计，到时候这些猫腻根本藏不住。正想着，人事部的邮件来了，所有裁员计划暂停执行。这个消息在公司内部炸开了锅，原本愁眉苦脸的同事们瞬间活跃起来，茶水间里又恢复了往日的说笑声。小美，你说的对，我们确实该好好谈谈。杨雪梅约我在她办公室见面，态度明显软化了许多。现在谈还有意义吗？我反问。当然有。她递给我一份文件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新合同，薪资上浮30%。还有，我打断他，杨总，你不会以为收购的事情是偶然吧？他的表情凝固了。那些资料我不只发给了你。我站起身。远景集团的副总裁周明是我大学同学。杨雪梅脸色煞白。你是说？是的，这次收购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目前的混乱状况。我拿起包准备离开。对了，周总下周会来视察，到时候见。走出办公室，我长出一口气。其实我和周明也就是点头之交，但这个时候不妨给杨雪梅一点压力。果然，下午就收到了正式的人事调整通知。杨雪梅因个人原因请辞，市场部暂时由副总监代管。你这招釜底抽薪玩得漂亮啊！小雨在电话里笑道。运气好罢了，我苦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免得两败俱伤。第二天，新来的代理总监找我谈话。小美，公司对你的能力很认可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，收购后的整合工作需要你这样有经验的人来做，所以我想请你担任市场部副总监，全面负责品牌升级项目。当然，薪资待遇会相应提升。我笑了，可以考虑，不过我有个小要求。请说。我要把小王调到市场部来，担任预算主管。代理总监爽快地答应了。看来他也知道，留住靠谱的老员工比什么都重要。下班时，我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杨雪梅发来的道别信息。你赢了，不过我很好奇，如果没有远景集团的收购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我想了想，回复道，总有办法解决，不过现在这样对大家都好，不是吗？他没有再回复。走出公司大门，夕阳的余晖洒在写字楼上。恍然间，我想起5年前第一次来面试时的场景。职场从来就不是童话世界，但也不全是尔虞我诈。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些挑战。1周后，远景集团的收购团队正式进驻。
让我意外的是，周明确实亲自带队来了。更让我吃惊的是，他居然还记得我。林小美，真的是你？他笑着和我握手。我说怎么看资料里这名字这么眼熟？看来有时候人的直觉真的很准。虽然我当时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资料发给远景集团，没想到真的得到了回应。你们这次收购不会真是因为我送去的那些资料吧？午餐时我忍不住问道。周明笑了，当然不是，我们看重的是你们公司的客户资源和市场潜力。不过他压低声音，那些资料确实帮我们省了不少尽调的工作。我松了口气，要真因为我的举报影响了这么大的并购案，那责任可就太大了。对了，周明突然正色道，之前那位杨总的事情，你别有太大心理负担，这种人在业内早有风评，这次不过是躲得快罢了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走得那么干脆。整合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，作为对接的主要负责人，我简直忙得脚不沾地。好在有小王的配合，让我省了不少力气。他在财务出身的优势在这时候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小梅姐，你看这个并表方案。小王指着电脑屏幕，如果按这个思路走，可以省掉至少1/3的工作量。我欣慰地拍拍他的肩，不错嘛，这段时间进步很大。他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还不是您带得好。远景的并购非常专业，短短1个月，大部分工作就理顺了，公司的氛围也变得越来越好。但是还有一件事让我耿耿于怀。那天下班，我又一次看到了杨雪梅，她站在一家咖啡店门口，面容憔悴了许多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走了过去。好久不见，我说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后苦笑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沉默了片刻，她开口道，其实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我点点头，进去坐坐。咖啡店里，她说起了实情。原来她当初空降到我们公司是受人指使，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虚假项目套取资金。那个人，他欲言又止，是不是董事会的邱总？我替他说完，他惊讶地看着我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也是远景收购中最反对的一个人。我喝了口咖啡，而且他前几天也被停职调查了。这样啊，他低下头。那看来我确实是站错了队，现在明白也不晚。我站起身，好好休息吧，相信以你的能力，换个环境会更好。走出咖啡店，我长出一口气，这场风波总算是彻底过去了。公司的变化比想象中还要大，远景的管理体系非常人性化，让每个人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。小美，这是新一轮人事任命。周明把一份文件递给我，你看看有什么想法？我打开文件，愣住了，上面写着要提拔我为市场部总监，直接向集团汇报，这是不是太快了？我有些忐忑。并不快，周明认真地说，这段时间的整合工作你做得很出色，而且你在之前的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判断力和处理能力，远景非常欣赏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可以给我点时间考虑吗？当然，不过我建议你别考虑太久。周明笑道，毕竟机会难得。回到办公室，我给小雨打了电话，把情况告诉他。这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小雨在电话那头笑道，你不就是想要这个结果吗？可是我欲言又止。我懂。小雨的声音温柔下来，你是怕自己会变成另一个杨雪梅，对不对？被他说中了心事，我苦笑，是有这个担忧。权力这东西有时候真的会让人迷失。傻瓜，正因为你会这么想，所以你才不会变成那样的人啊！我愣了一下，随即释然。是啊，既然远景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
我为什么要自己否定自己呢？第二天，我正式接受了任命。第一件事就是重组了团队架构，让每个人的专长都能得到最大发挥。小王成了我的得力助手，负责全部的预算和成本控制。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。更让我欣慰的是，在新的管理体系下，大家工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。每天的晨会上都能听到各种创新的想法。3个月后，我们拿下了一个重大项目，这是远景并购后的第一个里程碑。庆功宴上，周明端着酒杯走过来：“恭喜啊，市场总监！这个项目可是给远景长脸了。”我笑着跟他碰杯：“这是团队的功劳。”说起来，周明压低声音：“当初看到你发来的那些材料时，我其实很震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问题确实存在于很多公司里，但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。”他认真地说：“你知道最后是什么打动了我们吗？”我摇摇头：“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。”他说：“你没有选择极端对抗，而是用智慧化解了危机。这正是远景需要的人才。”听着这番话，我内心升起一股暖流。或许这就是生活的奇妙之处。当你选择正确的方式去面对困境时，命运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。深夜，我独自站在办公室的窗前，远处的城市灯火阑珊，宛如繁星点点。5年前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场新人。5年后的今天，我经历了裁员风波、职场算计，最终在危机中找到了成长的契机。这一路走来，有太多的感悟，但最重要的是，在职场中，永远不要失去自己的底线和原则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在迷雾中找到正确的方向。我拿起手机，给小雨发了条信息：“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。”他很快回复：“傻瓜，这是你应得的。”我笑了：“是啊，这确实是我应得的。”新项目刚上轨道，我就接到了一个意外的访客，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女孩，自我介绍叫李玲，是杨雪梅以前带过的助理。林总监，我是来向您道歉的。她低着头说：“之前很多事情，其实我都知情。”我让她坐下，既然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不，我必须说。她抬起头，眼圈发红，因为又有人在打同样的主意。我心里一惊，什么意思？邱总虽然被停职了，但他在公司还有很多旧部。他压低声音：“我听说他们在策划一个更大的局。”我皱起眉头。远景收购后，确实还有一些老员工对新的管理制度很不适应，但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的隐情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他咬了咬嘴唇，我不想再看到有人重蹈覆辙。杨总现在过得很不好，我不希望还有人走他的老路。送走李玲后，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明。我们也收到了一些风声。周明说：“不过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，需要我做什么？”暂时按兵不动。他沉思片刻，让他们先露出马脚。不过你要小心。回到办公室，我把小王叫来，仔细交代了几句。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开始着手排查近期的异常项目申请。果然，没过几天就发现了问题。几个部门同时提交了预算申请，金额都不大，但项目内容明显有重复。如果不仔细对比，很难发现其中的猫腻。这是在试探。小王说：“看我们能发现多少。”我点点头，继续观察，但是不要声张。正说着，秘书敲门进来：“林总监，集团安排下周去德国考察，让您带队。”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，我看了眼小王，他也露出疑惑的表情。按理说，这种国际考察不应该这么仓促。我赶紧给周明打电话确认，
没这回事。周明说：“你收到消息的渠道是哪里？”我心里一凛，看来对方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他们想把我调离公司，好有机会下手，玩得挺花呀。我冷笑一声，吩咐秘书去查一下这个通知是谁发的。很快有了结果，是人力资源部的一个新员工，说是临时接到的上级指示。我没有点破，而是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，开始准备考察资料。同时，我暗中布置了几个小陷阱。果然，随着考察的日期临近，公司里的气氛微妙地变化了。一些平时不太来往的人突然变得异常热情，他们坐不住了。小王说：“我看着电脑屏幕上实时更新的项目审批数据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。是啊，快了。就在我出差前2天，几个老员工约我吃饭，据说是为我饯行，但我知道他们另有目的。”饭局上，一个姓郑的部门经理假装无意地提到：“林总监，听说您这次去德国要待1个月？”“是啊。”我故作苦恼，这边工作才刚理顺，就要离开这么久。您放心，我们都会看着办的。他连忙表态，眼神却闪烁不定。第2天一早，我收到了一份紧急预算申请，金额不算太大，但审批流程异常简单。我看了看签字人的名单，正是昨晚那几位。果然等不及了，周总，他们上钩了。我给周明发去消息，很好，按计划行事，记得录像。下午，我把几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叫到会议室，公布了一个决定。考虑到我要出差1个月，这段时间的项目审批权限将由郑经理代理。郑经理明显愣了一下，但还是故作镇定：“林总监放心，我一定把工作做好。”散会后，我偷偷打开了监控，不出所料，郑经理立刻联系了其他几个部门。很快，一连串的项目申请如雪片般飞来，我一个都没有拦，全部按照他们的要求批准。第2天早上，我假装匆忙地收拾行李，赶往机场。实际上，我直接去了周明的办公室，他早已准备好了投影。屏幕上显示着公司各个部门的实时动态。仅仅半天时间，那些项目就开始了异常的资金调动。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，很难发现这些看似正常的操作背后的猫腻。够了！周明按下对讲机，行动。一队审计人员突然出现在公司各个关键部门。所有的电脑系统同时被锁定，资金往来记录被实时保存。我看着监控里手足无措的郑经理等人，有些感慨。其实我很好奇，他们为什么要铤而走险？人性。周明说，有些人总觉得能钻空子，这次就当是给他们上一课。事情的结果很快就水落石出。10几个涉案人员被移交司法机关，其中就包括已经离职的邱总。原来这个团伙打算趁远景接手的混乱期再捞一笔。1周后，公司召开全体大会，周明亲自宣布了新的管理规定和奖惩制度。诚信和规范是远景立足的根本，他的声音坚定有力。我们欢迎所有愿意正直经营的人，但对于任何触碰底线的行为，都将零容忍。散会时，小王悄悄问我：“林总监，你说他们真能记住这次教训吗？”我笑了，也许不会，但至少我们做到了该做的事。那天晚上，我收到了杨雪梅的邮件，她说已经找到了新工作，是一家小公司，但很规范。谢谢你当初的提醒，他写道。有时候失败未必是坏事，我回复道。祝你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站在窗前，我看着远处的灯火，想起了这几个月的种种，从一个即将被裁员的员工，到如今的市场总监，
这个转变来之不易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找到了自己想要坚持的东西。在职场中，你可以进退，可以周旋，但千万不要丢掉自己的原则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在迷失中找到方向，在黑暗中看到光明。我关上电脑，收拾好办公桌，明天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